好，来看看今天我狼啊，也是给大家伙儿带来一个《三国战记》的合秒视频。那这是全程无蹲秒18火啊，这么一个秒杀的，是4个人的秒杀，也是非常难得。很多人肯定会说，小狼，哎，你不是解说过这个视频吗？没有，上一次呢是上一次的视频，这一次是这一次的啊。当然呢，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。上一次你看有黄忠就不多说了啊，这次是诸葛赵云、张辽、张飞。又是有升级的暴力，又是有追地的暴力，反正总体来讲就是这个组合非常屌啊！还是我们 QQ 平台的几个大神啊，来自于这个 MI2领衔。我也是好长时间啊，这个才做这个视频啊，主要是有一阵儿吧，做这个单秒啊，做这个什么 TAS 啊比较多，这个可是真真正正的人脑操作啊，所以说大家伙儿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了啊！也是赶到了大年初一给大家伙儿做这个视频，当然了，你听到这个大年初一的话呢，大概听到这个视频。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做的啊，咱们现在对吧？你听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大年初一了啊，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呢还是那句话，好饭不怕晚。这种视频呢，看到最后啊，大家伙儿会感觉到我狼的这个眼睛有点瞎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我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头像好像是有点大啊，我们把头像变得稍微小一点啊，哎，对吧？头像小一点。要不然呢，这个挡住了啊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，你挡住了就不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玩流士。好，看看一顿挫啊。正常呢，其实 QQ 平台啊，我总有一种错觉，就是它的游戏速度比正常的速度慢，但这么一看好像还不慢啊，确实不怎么慢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的这个速通啊，不速通去了啊，这个秒杀呢，就是全程不用蹲的秒。这个呢，咱们之前上次解说那个黑色翅膀上不就说了吗？双人也可以不用蹲秒就能秒杀，但是用做 TAS 啊，用 TAS 去做。而这个呢，咱们是全程零蹲秒啊，秒19。然后呢，有这么一个路子啊，就是说，最后呢也是要定火书的，因为上次定火书啊，我这个摄像头啊就变得非常花，大家伙有印象吧？啊，确实是啊。好，看看。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瓦卡卡赠送我狼的一手宠爱卡啊！大年初一感觉好像很多小伙伴啊也都来看我狼啊，我狼其实还是有牌面的啊，对吧？大年初一正常，我觉得应该大年30的话，一般就是喝酒嘛，先那个下午跟家人喝，然后呢等到晚上回去吃个饺子，然后呢大年初一拜年。看看爷爷奶奶呀什么的，然后呢，再就马上就跟什么同学聚会呀、哥们儿聚会呀开始联系了啊，回老家了开始联系了，怎么联系呢？一般就是啊，我同学、我同桌大成志啊，就开始联系了，男的联系女的，女的联系男的，来了一个终极套餐，什么套餐呢？先吃饭，再唱歌，唱歌的时候一顿摸，哎，对吧？这是一套了啊。然后呢，对吧？谁看谁眼神有点飘，对吧？飘完就直接扔飞刀，然后就选择跟我走，我们处一天的男女朋友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而最后第2天啊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冲动了啊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冲动了啊。你不会告诉你老公吗？没事儿，我不会告诉的啊。你也别告诉你老婆啊。好嘞，哎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吧？啊，反正呢，就是一片青青草原。爱上了一匹野马，可是他的头上全是草原啊！好，白鹤亮翅，大鹏展，白鹤亮翅直接接大鹏展，是前沿锁，再大鹏展翅，回身前沿锁一该。好，第一关的 BOSS 血量少啊，怎么打都行，随便打，血杀一条。诸葛亮追力，诸葛亮追力反 A 啊，这么一个玩法啊。其实吧，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同学会啊？同学。很多人都有那么一句嗑，叫什么？同学会同学就是搞不行是吧？哎呀，这同学之间啊，都是有童年，有那时候这个暗恋谁了，那个喜欢谁了？哎，当年你咋不追我呢？开始有这个非常非常暧昧啊，哎，对吧？但是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对吧？总体上来讲呢，就是还是你对我好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反正呢，过年期间很逗。天南海北的回来了啊，一顿吹啊，你咋样？哎，我老凡尔赛人了啊，我没啥，我不比前年了啊，我去年没怎么赚钱，去年对吧？我听你说你的不错，哎，
也赚100来个吧啊，这个确实是啊，现在不好干了啊。哎，你现在开啥车呢啊？我看你刚才开过来，玛莎拉蒂啊，哎，租的。那个我那个啥啊，我就是那个这个，我喜欢跑车，我也不愿意买，租点车呗。那我自己车是啥？那你啥车呀？哦，我那个保时捷啊，卡宴啊。平时我不太愿意开，有时候知道吧？逼逼赖赖的啊。好，看看这个第一关啊，就秒杀的话呢，咱们基本上2个人都可以干的事儿啊，就别提4个人了，是吧？啊，这4个人秒的话呢，可能就比较逗啊，因为他秒杀呢，主要就是没有蹲。全程呢又靠这个追地，那如果说你秒左慈的话没有蹲怎么办？对吧？那就用看宝，或者是前跑，或者是升完级走，对吧？好，反正是这个情况啊。很多人就说就是凡尔赛人啊。我们以前朋友之间有个特别逗的啊，叫横刀夺命复触级。就是什么叫复触级呢啊？就是我们这一圈朋友吧，我现实的朋友啊，走仕途的人几乎就没有。现在呢有一个，但是人家跟仕途没关系，就是小兵啊，就是科员，知道吧？那也谈不上仕途了。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什么呢？但凡做到做到处级干部就非常厉害。所以说我们就要横刀夺命复触级。他是干啥的呢？他其实是一个网络公司的一个小经理啊，其实也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他是网络公司的大经理，说白了压他一头啊，压他一头他就怕丢人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怕丢人，他就怕他矮人一头，他就说自己是因为对吧？他说自己是那个在那个中铁多少局，然后当这个副处级啊，是吧？这都是故事啊，这是开始显摆啊。这为什么不是正处级呢？因为正处级那逼装大了。对吧？那得装大了啊！副处级，就是到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是干啥的了啊，我们就开始开玩笑啊，这不是副处级吗？这都是真事儿，兄弟们，这都真事儿啊！就是我现实哥们儿啊，就是我兄弟前女友的那个兄弟，其中有一个啊，这个每个人内心嘛，反正呢越缺啥的就越显摆啥，真事儿啊，对吧？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呢，我跟大家伙说，我说我30厘米长，矿泉水瓶子那么粗，其实就是我缺啊，其实我只有18厘米，对吧？巅峰时期也就是20厘米，所以说我只能给你们吹个牛逼，说有30厘米，其实是骗你们的啊！我不多说了啊，你们懂的啊。拼，我说的这个同学聚会，哎呀，这都是说白了啊。有的时候显摆真的挺有用的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小女孩吧，有一些不能说小女孩啊，有一些女生嘛，她就是势力，兄弟们，她就是势力，就是物质。这个我说难听点，很多人说小狼那个怎么地，说你现在那你是好像你在侮辱女性吗？没有，不光是女性，男性也一样，也是挺物质的，哎。其实他就是再富，就是再当官，跟你也没什么，你也求不到人家，就是以后求再说，求了人也不一定给你办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人都是希望自己还认识的人牛逼一点，对吧？有很多女同学也是啊，有的人就为啥互相吹牛逼呢？就是让女同学啊，你甭管你就是回来这一阵你把你给骗了就行，忽悠你完了，忽悠完了之后，我好达到我的目的呀，咱可以搞一些只有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这死的太惨了啊！这里面没有用蹲啊，咱们是用这个双爆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双爆啊，这个确实是有点赖。倒转昆仑加双爆。你媳妇儿做头发去了是吧？是啊，你看啊，咱要该说实在话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你想想，他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你就是为什么要互相吹啊？都是吹给女生看的。那当然啊，也是要满足自己的内心的空虚和这个不甘。有的时候为啥要吹一吹？真正牛逼的人啊就不吹了。我就有一些真正牛逼的人呢，他来参加这个吧同学会的时候吧，他就
这个不装反而就是装了，大家伙儿都知道了，或者说是有的人明明开着好车，住着好房啊，非要说自己哎呀我那个还租的房子啊，还没还完贷款，对吧？你们开什么车啊？他说我开奔驰，我开宝马，那你呢？哎，我开个长城啊，有个车就行呗。其实人家可能真正的是隐藏大佬啊，对吧？不仅学历高啊，不仅学历高，还是上市公司那个对吧？这个那个有股份的这个董事，然后呢还是总经理什么的啊。咱假设这个意思，咱就开个玩笑啊，就说这个意思啊。你穷装，越穷越装啊，对吧？好，对我是在牡丹江，倚天剑、青钢剑，玩留置，玩留置。同学会啊，其实我没参加过几次同学会，我一共是这样的，我初中毕业啊，兄弟们啊，初中毕业的时候呢，就聚了一次，我就人生第一次喝酒，兄弟们啊，这是在你想兄弟们啊，这是在中国，对吧？对于喝酒来说非常自由，这要是美国，你初中毕业能喝酒，我累死你啊！我初中毕业就开始第一次喝啤酒，把自己喝多了啊，然后呢，再之后呢，就事隔多少年呢？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，我们小学同学聚会过一次，然后呢，初中同学呢聚会过一次，应该是在08年，然后没了。到此为止，无论是小学、初中还是高中啊，因为高中我就上了1年半啊，还是那个大学啊，我们都没有聚会啊，没有聚会了，太嘚儿了啊，也聚不齐了。我们那个，你像啊，其实现在的同学会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对于我们那些小地方来说，同学会不好整。为啥不好整呢？因为现在啊，都是这个都出去打拼了，这个在北京，那个在杭州，这个在上海，那个在苏州，这个在什么三亚，那个在青岛，是吧？跑得非常远，那也不一定全都回来也不认识了，就是也不愿意联络了。它不像说，比如说某些大城市的，对吧？从小就出生在，比如说假设啊，我们就是北京的，对吧？我们每年过年回家，都是，或者说我们就在北京生活，在北京打拼了啊，就对吧？生于斯长于斯了。或者是本地上海的啊，对吧？那就同学会那好聚，像我们现在这个确实不好聚啊。1年半，对啊，一年半我就辍学了吗？我后来是补考的大学啊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哇，这个无名小卒，准备好一个读上，双爆，哎，这是要梦幻了啊，兄弟们啊！麒麟锁，大鹏展翅，铁杀。挑一根大鹏展翅，血杀，追，再一挑大鹏展翅，血杀。好的，呼风唤雨，翻雷滚天，升级啊，爆气也行啊。这个正常如果是升级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升级然后血杀，然后如果它不升级，就只能用爆气了啊。必须要重置这一点，然后才能接这个招了啊。就是补考，我不是补考，我是参加高考，不是函授啊，我是应届生，兄弟们啊，不要误会的啊。同学之间关系淡了是吗？我还有几个吧啊，不几个偶尔联系的同学，现在吧。同学一聚会也聚不齐了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一般聚会都是在家乡聚啊，也没有什么在家乡待着的这个时候了。然后呢 ，AA 制，你说现在这个 AA 制啊，怎么说，对吧？没法说这个事儿啊。玩流式。整个这个游戏当中，就张飞喊的最响，对吧？张飞帅哥啊！好，说诸葛亮其实最爽啊！诸葛亮这个
他这个打气儿的方法，每个人都会前左左前左左，然后转身。像赵云什么的啊，就不好整了。虽然说也是前左左，但是你得转身呢，对吧？玩溜式，黄蜂式，恶虎扑羊，夜叉探海，白象方便面啊，是吧？神龙摆尾，名字都非常好啊。狼哥，我的坐骑是啥？我的坐骑是传说中的小轿车，紧凑型的啊。好。啊，就交给赵云，赵云是主攻手啊，必须要打气的啊，必须要打气。玩流式，哈哈。好。其实我感觉 QQ 平台的这个分辨率挺清晰哈，挺平滑的啊。但是现在这个，哎，突然想吃肉，饿了想吃肉啊。白象方便面，是不是我小时候真的被洗脑了啊？真的是被洗脑了啊。其实现在来解说《三国战记》，大家伙儿除了听左慈之外，就是听我狼吹牛逼的，我感觉都是这样的啊。今天晚上解说完这个之后呢，我看看玩点啥。然后呢，大年初一其实好像很多店也不开门啊，但是我哥们那个店是开门了。我哥们那个店呢，大概是开到了昨天一天是没开门，今天呢他好像挺忙的啊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今天应该是那个什么，今天应该是那个厨师还请假。哎，我是真服了啊，厨师还请假的啊。现在我那个弹幕好像看的不是很满啊，我感觉这个弹幕，其实我这边有个这个显示器，我应该真的把那个显示器接过来，我看能不能接2个显示器，然后让这2个显示器同时，我这个桌子可以装2个显示器，它不香吗？对不对？多好啊，是吧？有点扯这个事儿啊。哥们儿什么店？哥们儿是饭店串店啊。现在有牡丹江的哥们儿吗？啊。现在有牡丹江哥们儿可以去捧下场啊！提我好使啊，提我确实好使，哈！哎，这个是正版游戏，兄弟们，这是纯正版游戏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听见那个，哈哈哈哈！啊，你可以听见了，你要不是正版听不见，还有那个哇哈哈哈，哇哈哈哇哈，你看，不是正版听不到的啊！哎呀，诸葛亮好惨！这个孟优拿的这个武器叫什么，兄弟们？对吧？夏侯惇拿的叫铁骑的骨头，这个叫什么武器？暴气大鹏。提我用花钱吗？你不要个逼脸，是谁家吃饭不花钱啊？对吧？玩流式、狂风式。张飞追地最狠，拿脚一踩啊，老惨了啊！狼哥我来了，什么叫狼？小狼鸡鸡。19公分，我操，这个名起的有点硬啊，这名起有点硬，直接换了个名啊。提我可以，你不要脸。本店概不赊账啊。玩流式啊，这真的是。好，串店叫什么名？叫金宵啊，金宵，在那个21世纪对面啊。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感谢刚才我们的这个舔王以及人工智能装逼赠送的这个宠爱卡。好，看看接下来啊，这个铁骑的骨朵，为啥叫铁骑的骨朵啊？骨朵就是骨朵的意思是吧？啊。花骨朵，骨朵，好的，
提我名可以打骨折吗？直接被打骨折啊！就是那个饭店老板，就是我经常跟大家伙说的那个我兄弟的前男友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我兄弟的前男友是什么鬼？我兄弟的前女友啊！好，还有一个是最后是天师符，我记得打出来的话有一个天师符来着啊，哎哪去了啊？对，是天王，是天王难度啊！这个林厉害啊，一看就是知道是天王难度。好啊，夏侯惇大胡子啊！好，小飞轮，爆气，反爆大鹏，哪吒滚轮这边爆气反爆啊！血杀，追地后前，三人合击，然后再加上张飞，张飞踩一脚，每个人都配合上了啊！赖逼啊！好了，感谢我们的 VIP 哥啊，赠送我狼了一张宠爱卡。我兄弟的前男友，我家楼下老佛爷隔壁啊！你是住在朝鲜区啊？朝鲜2区，那是朝鲜1区、朝鲜2区，我不知道啊，忘了啊。这归隐是牡丹江的？嗯，4个赖逼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玩你会发现是赖，对吧？就是 BOSS 是赖逼，他们玩就是他们是赖逼。高手玩游戏啊，就感觉跟咱们理解的不一样，真不一样。咱们玩的感觉是咱们是被游戏玩，他是在玩游戏，对吧？好，4个人玩的话，感觉这个怪都不够用啊，不够打的。有的时候打气儿不知道怎么打。气儿不够啊！啊！原让拿的不就是铁吉利咕嘟吗？对吧？而那个孟获拿的武器，我是真不知道是啥。这个张辽拿的是双砍刀，就是砍刀。张辽拿的绝对砍刀啊！赵云拿的是这么一看的话，应该是木质的，那应该是梨花枪，肯定不是龙胆啊。好，倚天剑是帅啊，火箭啊，火箭最实惠，因为怕火的 BOSS 很多，卖血。好的，这个地方呢，为什么要蹲下啊？因为蹲下的话可以直接被砍倒。好，呀，然后再升一级啊，拼一个标，好，跳 A 大鹏展翅，回身跳 A 血杀一点，追地后前一个挑大鹏展翅，常规玩法啊。最后再接必杀，然后爆气，这么个路子啊。最后一次追地。嚯！呼风唤雨，直接虎，这是一个梦幻秒杀啊！先是诸葛亮先爆气，然后呢张飞再爆气，诸葛亮呼风唤雨，直接就把这个张辽给呼上去了啊！确实赖啊，这个伤害也确实很高。好，可以看到一路以来啊，打起来确实很爽啊！这个游戏这么玩确实太过瘾了，对吧？这个《三国战记》这个秒杀啊，我真的是不服是不行的啊！张辽拿了2把命运之刃是吗？哎呦我去！你看人家打气儿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能打气儿的啊！这时候就看出来了，还是飞哥能扛，看一下，还是飞哥能扛啊！血气儿厚。飞哥到这儿，如果要是20级的话，那血老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实战啊，
4个人的 task，4个人我不是我告诉你，其实能做，但是4个人的 task 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啊。白衣渡江，渡江侦察记。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老电影啊，什么小兵张嘎啊、地道战呐、地雷战呐，啊，这个确实是啊，哈哈看电影。好，玩刘志，张飞是可爱啊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玩这个王者荣耀啊，就多多少少有点嘚儿了。就是咱们做这个三国人物，刘备啊出场了。刘备呢，他的定位呢应该是一个最开始说是射手，现在被说是一个战士啊，是一个特殊攻击的战士。然后呢，推荐是打野位啊，挺高的啊，攻击力非常高。而这个关羽呢，骑个马。这吕布都没说骑马，关羽要骑个马，然后就得大劈啊，然后呢一刀斩啊，倒还挺好。张飞他妈是个辅助，我操！张飞是个辅助，虽然说的也猛，任何版本啊，咱们不算人物克制关系啊，张飞做辅助真的是万金油啊！这个人就是仗着自己就是肉，而且呢也是整个峡谷当中控制啊最强的一个辅助啊。他那手大喷，我说句实话，喷中了之后啊，真的是很过瘾，范围又大，而且还有击退啊，还有眩晕啊，这就类似于像就是说白了击退嘛，是吧？所以你想这个张飞啊，也确实是猛，但是呢，作为一个辅助变身了之后呢，攻击力虽然说挺高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你出工装啊，队友骂你坑，除非是一些黑科技的玩家选择用张飞打野什么也有啊，但是呢，确实不太适合这个出工装啊，你懂吧啊？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马超很秀，赵云很秀，对吧？这都是秀的人。好了，所有的大腿全是给张飞吃。你看，扔出来大腿的一瞬间，其实不是大腿，是人参。但是突然摇身一变，就变成大腿了。明明是克扣军粮，哎，上方给的是啥呢？给的是大人参，但他给的是大腿，浪费啊！命运之刃是什么属性？命运之刃应该是攻击力10-12，加烈火箭法。这个不就是我感觉就是，有的时候做游戏啊，他这个角色啊，因为太多了，没法做。其实三国里面，我觉得把蜀国的全做了啊。你看卧龙、凤雏啊，凤雏虽然说呢改名叫元歌了啊，最开始也是想用它来做这个防统的。然后呢，蜀国这边还有谁啊？对吧？对吧？这个刘备啊，孙尚香啊，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吴国的，无所谓啊。而这个其他的就少了。三国里面，你看曹操就只有一个夏侯惇啊，一个夏侯惇，一个曹操啊，一个甄姬啊，作为女性角色必须得有。那再好像就没啥了。妈的，吴国只有一个孙策啊，只有一个孙策，我是真的啊是服了啊。啊，黄忠是五虎将是肯定有的啊，司马懿，对，司马懿。吴国就连孙权没有啊，有个孙策，然后小乔，对吧？啊，蔡文姬，对，典韦，蔡文姬，对，反正还是蜀，就总体来讲还是蜀国的人多啊。这魏国，你比如说你出个张辽不行吗？啊，兄弟们啊，周瑜小是我就说啊。我知道有这些人，我的意思还是蜀国的人多啊，蜀国的人太多了啊。大乔、小乔、周瑜、孙策，差不多了啊。哎呦我去，时间哎，别闹，进屋吧。那就是10-17，是不是？是10-17还是多少啊？忘了。啊，孙尚香算蜀还是算吴？严格意义上来讲啊，孙尚香那应该是算
在封建体系来讲，他应该算是蜀国的啊。你跟刘备是夫君嘛啊？但是呢，按照他的出生和归属，最终还是吴国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最狠的还是啥？最狠的还是那个玩三国杀里边啊，那个孙尚香啊，不是可以跟人睡觉吗？跟人就是可以跟人一个人加一滴血嘛，同时加一滴血啊，这个设定他这个技能。然后还有一个技能是每换一件装备可以摸牌，对不对？而他妈的，我他妈就想啊，他要是给孙权加血怎么加啊？对吧？他给孙坚加血怎么加？对吧？他还能给那个双人物的什么颜良文丑啊一起加血，那么跟两个人都睡了啊。历史上有孙尚香，肯定不能叫孙尚香。应该叫孙基、孙氏啊。有的时候吧，强行要给这帮人起名字啊，名字是真的有啊，只要你的地位显赫了，或者说你的母亲，对吧？不是你的，就是牛逼人的母亲啊，是配有名字的，但是你必须得出现。比如说你问我刘备的母亲叫什么，我就不知道啊，因为他连出现都没出现过啊，那谁知道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你想，你比如像什么蔡文姬。他就有名字，他叫蔡昭姬啊，名字叫蔡昭姬。后来呢改名了，为啥要改名呢？因为避皇帝的名讳啊。追认这个司马昭为皇帝的时候，把这个昭这个字儿给换了啊。呼风唤雨啊，倒转锅轮升级，哎，正好有个升级重置了啊。孙姬，王元姬，蔡文姬。然后新献英是吧？这都有名字啊，但是呢，再其他的名字就非常少了。比如说你像那个糜夫人，对吧？就是有个姓啊，糜夫人、甘夫人，对吧？再就是吴夫人，就是刘备一共有4个老婆啊，就是4个出名的老婆，对吧？甘糜2个夫人，外加这个孙夫人，还有吴夫人。啊，就是吴仪的妹妹啊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太着急，是菜蛋是吧？菜咸了，菜蛋。那个有一本书叫《反三国演义》啊，那里面呢把这帮人的后代都介绍的明明白白的啊，什么黄忠的女儿啊，黄忠的儿子啊。啊，什么典韦的儿子呀，什么马超的几个孩子呀，什么赵云的孩子啊，有什么之类的啊，还有什么，反正就是一顿写。那关羽的女儿是吧？关凤，按理说叫凤的人应该是男性叫凤比较好一些啊，女的叫凤就是现在叫行，因为最早的时候凤凰还是雄，一般都是男的叫凤啊，叫龙叫凤。关银平，4人秒哪个最难？这东西没有说哪个最难的。现在基本上全人物都可以双秒啊，基本上啊，对吧？所以说无所谓了啊。好。最狠的是毛人凤啊，毛局长，在这里居然放周安壮，这么浪费吗？啊！哎，你看打血是真多啊！这周安壮太厉害了啊！张辽一个人不用爆气就把吕蒙给秒了，多赖！你说就克制武将啊！传说中的孙十万啊，孙十万的兵见到张辽就废了，直接废了啊！当当当，毛人凤，苗人凤，苗人凤，哈哈哈，苗人凤这个名字真的好听啊！一个5级的张辽，一个周安壮，就把吕蒙给秒了。
赖不赖吧？你就说赖不赖吧？啊！秦王鞭石啊，一个叫苗人缝，一个叫露小缝啊，就露，一个是露出来那个小缝，一个是苗人的小缝啊，苗人缝。我感觉有的时候这个谐音啊，这个谐音梗吧，挺恶心的啊，挺逗的，你知道吗？啊。好了，看看你们等就等这关的吧。叮叮当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兵的素质挺好的啊，少数民族这种感觉。秦王鞭石什么典故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懵了啊！我就知道啊，秦始皇最牛逼的一个点就是最玩梗的，就是秦王绕柱啊。这个秦始皇的走位非常好啊，走位非常好。这个荆轲呢，说句实在话啊，确实是啊很有胆识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人武功不咋地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人武功确实不咋地，没那么强啊。我们看小时候看那个英雄，李连杰演那个无名，对吧？就很厉害啊！这个李连杰那个无名啊，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是不是？这10步一杀啊，只要让我走进这个位置，这个人必死了，对吧？秦王绕柱。最狠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秦王绕柱啊，就是秦王的那个武器拔不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大臣就喊：“哎，你把那个剑往后别一下，你不就可以拔出来了吗？”啊，剑太长了，拔不出来啊。所以刺杀的时候呢，都用短柄武器，刺杀成功的例子也很多，比如说那个鱼肠剑，刺杀成功啊，暗杀啊，就是这种刺杀。你像历史三国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刺杀，就是最开始诸葛亮时期的有一个丞相长史，也就是未来诸葛亮接班人之一，叫费祎啊，是一个鸽派啊，是一个鸽派，不是鹰派的，就说白了就是不好战，但是呢发展很好，这是蜀汉4相之一费祎。费祎呢就是被魏国的降将啊刺杀的啊，他就是被魏国的降将刺杀的。你想想啊，这个费祎。这也是这个，如果是阴谋论算起来啊，有点这种感觉啊。你看，这个魏国投降蜀国的人很多，上到这个姜维啊，下到这个就刚才刺杀这个费祎这个人叫徐什么我忘了，好像是刺杀成功了啊。然后呢，再就是你像王平也是投降的，还有夏侯霸，这都是魏国投降的人啊，这是非常的啊。好，又是一个梦幻秒。但凡有这个呼风唤雨的接啊，都感觉非常有意思啊。我有上将邢道荣，哎，你们不要瞧不起邢道荣啊！每一次大家伙觉得瞧不起邢道荣的时候，我跟大家伙讲一讲邢道荣的这个战绩。首先，邢道荣战斗力不弱，应该有2线，不像大家伙说的啥也不是啊，应该有2线。跟张飞打呢，可以跑啊，可以跑。那照这个说法，那人张合也可以跑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跑。跟赵云打可以跑，哎，可以跑。后来实在是被这么多五虎将围追啊，跑不掉了啊，对吧？那你有本事1v1啊，对吧？啊，开玩笑啊。第一呢，这是个假的人，没有这么个人啊。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是写的这么个人，啊，也是为了搞笑用的啊。但是这个人呢，确实呢没那么弱啊。邢道荣呢，我觉得最狠的还是前年吧，前年吧。我记得我玩那个《三国群英传》的时候，我就玩这个《三国群英传》，哎，这里面就是上来啊，你要是上来搜索的时候呢，你搜到这个邢道荣了之后，啊，这可是挺厉害的。这个
啊，你当然啊，咱不得不承认，你上来给你个其他武将也挺厉害，但为什么给你情窦容特别厉害呢？情窦容到6级之后呢，有一个伏兵搬阵，哎，那你不要小看这个伏兵搬阵啊，很有用啊，而且他的武力值不低，在那个游戏里。所以说那个《三国群英传》啊，还是把这个情窦容这个人做的非常丰满了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哎，非常怕火的吕布，这个血就没停过，看一下。这拿上火箭打吕布就跟玩儿一样啊，真是太赖了。诸葛亮单秒，三国的活化石啊，廖化还有丁奉，这都是活化石啊。从感觉好像是给人一种感觉，从前几集一直活到最后一集的样子啊。雕虫小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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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一个洞，好，跳 A， 大风展翅，哎，就3连倒惹昆仑，爆气啊！这太赖了啊！就这点血还不就还得用这种方式来秒，好。要用正常勾引一下啊，卖点血也是卖呀，不卖能行吗？对吧？啊，好，已经调好了这个太清丹经，哎，这个是完整的啊，小的们看招，来听，呼哈，啊，今天嗓子不行了。好，招安状，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，第3个白鹤亮翅之后，拼，好，啊，双爆3爆气啊，3个人爆气重置，我操，赖逼啊！前方高能，高能个鬼喽！当当当，我嗓子废了，真的。嗓子喊废了啊！我他妈心态崩了呀啊！啊，感谢我们的 VIP 啊，直接送给我们狼哥的一手宠爱卡。他妈呀，这都没有牌面了啊！啊，以前学左慈的时候，弹幕一片一片的，对吧？最起码弹幕一片一片的，还有飞机、火箭的啊。现在是吧？对吧？以前陪人家看左慈的时候，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新人换旧人了啊！大年初1了，管人家叫牛夫人，对吧？太欺负老实人了啊！走喽，不玩喽，一猜就是一天天的啊！不玩了，啊，睡觉了，晚安，卡家。好，一顿讲命啊！哎呦我去，真的非常节省啊！只要在打死之前进去，咱们出来还可以再打一波这个兵。从小我们就知道，为什么要多打这一波兵呢？大多数人就是为了长气啊，哎，长点气儿啊，没有什么说的啊。我玩群英几，那肯定是群英2啊，《三国群英传》啊，第2部确实是经典。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都说啊，第2代可以作弊没意思啊，
但是你要知道啊，第一代里面没有军师技啊，没有军师技，光有武将技没啥意思，军师技才是灵魂，对不对？好，溜溜达达就走了。有的时候扔这个飞轮，你看可以让屏幕变得非常卡，看不见？哎，我想知道所有人一人捡一个飞轮，然后都张辽就不需要圣火令了，其他人都有圣火令，同时连续撇飞轮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啊，连续的撇飞轮，这个屏幕会不会卡死？对不对？《三国群英传2》确实好玩，兄弟们啊！我实话实说，就是它真适合玩啊。但是你得开那个变速齿轮，真事儿啊！你不开变速齿轮，确实玩的磨叽啊。会死机，爱死机，爱死机，大家伙看过没有？就是爱死亡和机器人啊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动画的这么一个剧，每一集的剧情都不太一样啊。有几集比较和谐啊，看不了啊；有几集里面有那个色情、暴力啥的啊。老板陪币。这个版本的这个，咱们看这个诸葛亮啊，这个他这个形象有点像什么诸葛呢？有点像那个七星诸葛。什么叫七星诸葛？就是有点像诸葛妖道啊，就是他登坛做法那个诸葛亮。咱们大家伙还是比较习惯于那个戴着那个丞相帽那个诸葛亮啊，是不是啊？要不狼哥讲啥呀？现在我不知道斗鱼能让放什么样的电影，不去管我啊。因为有的时候我放点剧啊，就是有版权没有版权肯定不能放啊。有版权的，因为斗鱼也买了一定的版权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其实我是可以开办一个节目，叫做小狼陪你看电影。咱也不以这玩意儿为生啊，就是每天可以花1个半小时或者2个小时时间啊，陪大家伙解说一个电影。这个不能叫解说，就是小狼陪你看电影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混日子，兄弟们啊，我们是。这个是我狼是真的有这个节目的，就是我跟你讲啊，就是有的经典的这种老电影啊，或者这种什么东西的，有我狼陪你们看，真的跟正常的不一样。以前我在 YY 直播的时候就办过这个节目，效果非常的好，真的效果非常好。就是有的电影你自己看没意思，有人陪你看，关键的时候我给你们讲什么梗，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，有一些小细节，哎，挺好。但是呢，不让了啊。好，余烈毒镖，好的，倒转，直接3爆啊，3个人同时爆气，张飞 JD 挑起来，啊，张飞 JD 再挑，呀，玩流士，这个玩流士是太狠了啊。YYY 确实是啊，挺有意思。我感觉就是怎么说这个意思呢？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一路向西，我解说完，我大概直播间大概是明年能解封啊。解说 AV。很多人不会跑这个柱子啊，这个柱子我告诉你怎么跑，就是它往上扎的时候你跑。很多人说那不是往上扎的时候我跑不就被扎了吗？不对啊，你跑的时候它正好掉下去啊。这个设计可以就是你不要有很多啊，真的我见过900多个大神玩游戏可好了，哎，打这个三国战记可以有天王一命什么都可以，哎，这个地方他就蒙圈。一直被扎好几回，哎，贼嘚儿啊！还有的人呢，您认了，就是我不跑了，我倒着被扎，这样的话他会把我往反面扎，我就过去了嘛，啊，我就过去了，啊，我就不知道他们为啥过不去啊。好，哎呦我这一锤敲张辽，张辽才费了这点血。
真是要正常设计的话，这张辽这点飞大半管子都点，那一锤砸下去不得砸成肉泥了都点啊！松果糖斗，闪电鞭，怎样打？松果弹斗，闪电鞭。太狠了啊！啊，你看这个游戏一喷火会卡，感觉这个 QQ 平台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好，我一般用张飞下 A 过，那也是个人才啊。对，这个是 QQ 平台，要不然我不会给大家伙整成这个样子啊！我现在右上角的头像这么小，好，一9结账，然后直接进屋。进屋呢就不会有小兵出来了啊，这个设计的挺有意思。但是呢，怕你秒杀的时候呢，这个伤害不够。但是其实呢，10秒钟还是够的啊。追地，好，跑得很快啊。感觉蜀国都是穷鬼，不是说穷不穷鬼啊，我就发现一件事儿，就是一出来，然后你会发现就总是我们单兵作战，人家魏国凭啥有小兵啊？吴国凭啥有小兵？我们就没有小兵。后来是这样的，我们玩那个我们玩到最后一关，一上来呢，吕蒙跟这个陆逊两个人带着一堆小兵往前冲，啊，最后肯定是全军覆没了，对吧？肯定是死了。但是呢，他就是往前冲了。说明已经是被我们对吧打败了，他已经投降我们了啊！这是个如果的剧情啊，就是相当于原创剧情了啊。这个游戏是从这个哪儿啊？从这个血战夺荆州开始啊，应该说是从这个血战夺荆州开始，这个就已经是原创剧情了啊。海阿剑，诸葛亮拿3剑啊，119拿不了4剑，确实很难受。好，看看黄盖哪有个酒葫芦啊？其实我觉得黄盖这个酒，既然它有一个酒葫芦，可以设计成它爆酒葫芦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设计呢是在魏延那儿给你一个酒葫芦，也就是杜康酒。魏延有酒葫芦吧，也挺好的，因为历史上呢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啊，不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呢，这个是给这个魏延是给张飞运过酒的，而且是诸葛亮亲自授意的，说你给张飞运酒啊，有这么个故事啊。啊，大鹏，这估计也要梦幻了吧啊，因为没有兵谏啊，就诸葛亮就不掺和了啊。好，再追地后前一个挑，倒整昆仑。呼风唤雨肯定是要梦幻了，直接呼死了，这个伤害也太高了啊！1管半血的黄盖啊！杀手锏，哎，你们没发现吗？这个黄金有2种啊，一种啊是5000分的，一种是3000分的，对吧？分辨不出来，还可以做一个问答啊，游戏小问答，这个。就是问你哪个是3000分的，哪个是5000分的啊？这不是资深玩家都认不出来，真事儿的啊！500的多，咱们不能这么出题，咱们应该把刚才那个5000的多啊，咱们应该把那个3000的黄金拿出来，就那个图放在那儿，问你这是在三国战记当中这是多少分啊？在三国战记119中这个是多少分？哎，这么猜啊，就比较狠了啊。やめて。
谁能过情关？好的，看看啊，很少拿炸剑，你们就管它叫炸剑啊。小的时候我们管你们都叫什么？就是那个铁莲花，它官方的名字叫铁莲花，是一个暗器，放出来之后呢可以分瓣。小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炸花，其实叫炸花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开花时候呢，确实是它也官方也叫铁莲花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它为什么要叫炸花呢？因为它还炸一下，有一个火能炸一个目标5000分呢，兄弟们啊！小的时候叫炸花没毛病啊。史记才业，然后那个我听到的那个声音应该叫什么？叫史屁才业啊，史屁才业。然后呢，管这个雷叫土雷，管那个毒药呢不叫一个毒啊，那个毒药叫什么？毒药就叫毒，就是正常叫毒啊，一个毒瓶啊，叫毒瓶。然后呢，毒镖，对吧？毒飞镖。毒瓶啊，这个名儿起的确实狠啊！诸葛亮开始长气儿了，你看诸葛亮这个长气儿的速度，这才叫真长气儿啊！起无吧，箭筒对吧？小筒也叫毒瓶，也叫毒筒啊，都可以。神仙笔、神仙变、神仙定、神仙蝎、神仙蛇、神仙石。啊，神仙雷，金珠呀，有不叫金珠的，叫舍利子啊，有叫不叫金珠，叫舍利子，设计的非常狠啊。土雷，好，哎，赵云开始打气儿了。我感觉他们打气儿，感觉这个小兵非常听话啊，真的非常听话。好，读完之后，好了，直接崩死。呀，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这里面咱们很多人会问小狼，你为什么标题设置为秒19呢？因为最后的曹操啊，我们要用一种极其变态的方式折磨致死，把他给折磨死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曹操就不秒了。你要说非要说能秒吗？可以秒啊，不是不想秒，就是不想秒啊，因为我们想折磨死曹操啊，对吧？曹贼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们必须要搞死他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啊。绿色的这个剑叫太阿剑啊，干将剑是电剑啊，两个事儿啊。对，全屏火，到时候我狼这个摄像头啊都会花的，知道吧？哇哇的眼睛都乱了啊。太阿剑我们叫采莲剑。小的时候就叫爆剑，一个叫火箭，一个叫冰剑，一个叫电剑，一个叫爆剑，都是这么叫啊。哪有什么叫什么倚天剑、青钢剑、什么干将剑什么的，没有这么叫的，都是按照这个效果来叫。就跟小时候说草剃精不叫草剃，也不叫草雉，叫什么叫火神。八神就是八神啊，咱们别管它是什么神，就是八神。然后电神啊，就跟我们群里面有什么草王，有炮王。啊，还有什么舔王之类的啊，对不对啊？爆焰剑啊，也有这么叫的啊。雷神、马王，哎，我们叫电仔。小的时候我们管这个二戒啊，人家明明姓二阶堂，非得叫二戒，还有叫红丸的啊，都可以。但是小时候还是就也叫电王、电神，二椅叫二椅子最多啊。好，我们看看魏延啊，大环刀，你看，飞轮、哪吒滚轮，先手抱气，后手抱气，大风展翅。追力一挑，其实可以让诸葛亮换成电剑，然后再进行秒的啊，可以让诸葛亮去搞一下啊。
但是呢，他不掺和也无所谓，毕竟干将剑的伤害也是很高的。如果要诸葛和赵云双秒的话，他俩可以这么干的啊。还有大人参，人参它这里面为什么叫威灵仙呢？啊，为什么叫威灵仙啊？扫把头不是那个古烈吗？阿里咕啊，古烈叫扫把头啊。管那个街霸里面的这个肯叫红人儿，然后呢龙叫白人儿，红人儿白人儿，然后呢来根儿，然后呢本田不叫本田，我们叫那个搓澡堂子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优惠儿，因为他后前手是优惠。然后呢野人就叫野人，对吧？然后呢那个人叫长臂啊，就是达尔西姆叫长臂。然后春丽不叫春丽，叫国妞，国妞就是中国妞的意思啊，国妞。对吧？你这名确实狠啊！就是有时候起名就是这么起的。然后呢，明明是 you win perfect， 但是呢，他那个日本发音我们怎么听都是牛逼200啊，就是说牛逼了给人打成200啊，就200，牛逼200，就是我就是为什么200到底是啥意思？小时候是不懂啊。那你就是也不是说没学过英文，也上初中了，但是就不知道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就说形容一个好啊，比如说就会一个 perfect， 不会别的。后来才知道有什么 excellent， 有 amazing， 是吧？什么都有啊，感觉形容这种好的方式很多。好吧，3个人都发隐身一了，好，直接换成太阿剑，傀儡娃娃定住。这张辽这好。大鹏展翅，跳 A， 大倒转昆仑，一个暴气，后手再暴气，再双暴气。张飞是选择了用大碗酒暴气了吧？你看张飞现在气势满呢，他暴气完了之后再用大碗酒暴气，我操，变态啊！直接给他崩死了。一个倒转昆仑加这么多人暴气，不要个逼脸感觉啊！老桑呢就是俄罗斯大汉呢，就俄罗斯苏联大汉，也不能叫俄罗斯啊。后来俄罗斯咱们叫这个什么解体了嘛，对吧？人解体了就叫俄罗斯大汉了啊！啊，你这个就是会早期可以不这么叫嘛啊！好，来看看，准备好啊，开始跳啊！哎，跳第3下落地的时候放宝，1、2，黄石公，人遁书啊，太平要术，我看用风啊，人遁书，风书课。啊，对，是要定书的啊。这用于一种让曹操极其惨烈的死法啊，极其惨烈的死法。好，定火，1、2、3，黄石公。赵云长得像我二哥啊。人遁书，地遁书。哎呦我去，这个姿势像不像名人练那个螺旋丸的那个姿势啊？不是冲天火差评。1、2、3，黄石公。哎呦我去，地遁书。这张飞满脸全是胡子，我操！满脸的络腮胡子啊，一巴掌会护心毛啊！一会儿屏幕上是不是都花了？一会儿我狼是不是脸都花了，脸都绿了啊？2、3，哎，没整好，天师符，18火啊！哎呦我去，完了！满屏雨了啊，定住了啊，满屏雨了。这哎，有了这个雨就更嘚了啊，有了这个雨就更嘚了。然后你会发现我狼呢看不清了吧，对不对啊？为毛要跳3下？因为他们是通过连麦，但是呢一起喊还不行，最好就是跳的第3下之后呢，落地的时候同时放宝。这个设定啊。你要把显卡都烧坏了啊！啊，人遁书，
你说又下着雨，又整的火，怎么说？现在12火、18火是吧？啊，好，还有高手啊！哎呦我去，这卡的啊！游戏都卡死了，感觉啊！前面是6个火，这边呢是这是3、4、1、12个火，12加6，18个火，没毛病啊！你看这个曹操多惨呢，这个曹操啊！这个曹操现在都已经懵了啊，他都已经懵了啊！曹操没见过这么大阵仗啊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啊！曹操哭了啊！曹操说：“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啊！”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盾书？不是啊，他是立盾书，然后呢通过中宝去克，然后呢用1本盾来消耗，这样的话呢咱们人盾书不会消失，再用1本其他的盾书把咱们的这个给消耗掉。就是说，大家伙知道克盾书的时候，太平清领为什么不消失吧？你就研究一下那个原理就行了。为什么太平清领不消失？因为它是克盾的那个书。很多人说那不对呀，我要克人盾呢，那为什么人盾不消失呢？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消耗的盾，一共每一次是用3本盾书啊，每次是用3本盾书。所以说这个人盾它不消失，它用1本盾书来垫，所以说是这个样子啊。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怎么回事？我一看啊，原来是昨天有个年轻人叫曹操啊，天王难渡啊，这可是啊。这个曹操一下能招出这么多小兵出来，但是没有用的。他就是这样拉红的男人，无论到哪里啊，就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，那样的鲜明，那样的出众的啊，感觉真的是赖啊！你说谁研究的这玩意儿，对不对？诸葛亮敢不敢练个呼风唤雨？敢不敢练个呼风唤雨啊？哎！张飞练个白象方便面呢，直接卡了，太狠了啊！最后定真了，兄弟们，这也就结束了啊。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4位高手吧 ，MI2 啊，领衔，然后4位小伙伴打的。总体上来讲呢，就是还是那句话啊，韩信带进化。感谢大伙的收听啊！最后这个地方呢，咱们也看过不止一回了啊，见怪不怪。总体上来讲呢，就是又火又水又下雨，这曹操死的是真的惨。我不是不想秒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死的那么痛快啊！谁让你都是天下对吧？曹贼人人得而诛之的，对不对？曹贼、奸贼、恶贼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情况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